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坐我这边第一位，民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仁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每一场战争，那打到现在已经进入大概算一算，从礼拜6到现在迈入了大概第5天。好，那对全球来讲会有什么一些影响？美国的策略非常简单。速战速决，好吧？透过不断的斩首，让你蛇无脑不行。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包括把你所有相关的一些设施打到最低点，甚或不要影响到全球。但对伊朗来讲也非常的清楚，就是把全球卷入这场战争当中，包括导弹四处打，无人机四处飞，然后呢，所有的不安相关的国家，控制海峡一滴油不让出，让全球产生影响。好，到今天，包括今天，如果你看到台湾的股市，那狂跌1400多点。创下了历来第3大跌幅，包括日本、韩国。韩国在过程当中甚或出现熔断机制，全球是不是开始受到了一些影响？美国的策略能行吗？对伊朗来讲，未来又是怎么样？那这场仗会打到变成地面部队的决战吗？到底未来会是什么一个发展？全球现在你不得不关心这场战争接下来一些的走势。好，不过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那美军当然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发表他们这一次在战争过程当中的一些成果，让你先看一下，来。More than 50,000 troops, 200 fighters, 2 aircraft carriers, and bomb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is operation, and more capability is on the way. These forces bring a massive amount of firepower, representing the largest buildup by the U.S. in the Middle East in a generation. We've already struck nearly 2,000 targets with more than 2,000 munitions. Thus far, we've destroyed 17 Iranian ships, including the most operational Iranian submarine. 来，任俊直接请教，对，那伊朗果然不是委内瑞拉能够比拟的。OK，到现在，刚才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直接跟你讲，对，美国投入了本世纪最大的一个军力在中东的集结，2个航母、200架战机、5万的兵力，后面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但是显然到目前为止来看，即便前面第一波的斩首成功，包括把伊朗打得几乎高层团灭，但是看起来伊朗并没有屈服。现在看起来，美国确实展示它的绝对的优势武力了啊！而且您刚刚特别提到说，跟这个委内瑞拉其实有很大程度不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好奇讲说，月黑风高的夜晚，你就冲进去，然后呢，这个说遇到一些零星的抵抗，也不是完全没抵抗啊，那就抓了这个所谓的马杜洛。不过美国在那一场里面，并没有认为他要颠覆掉这个所谓委内瑞拉的政权哦，当然他希望重新有一个这个新的开始哦。不过看起来他的主对象。对的，就是马杜罗而已。这一次看起来，美国整体的规划，特别是到今天为止哦，很多人看到美国在第一时间用的是海空的这个所谓的轰炸。对，现在传出来讲说，不排除要把地面部队派到伊朗，甚至刚刚看到哦，美国的这个相关的官员出来讲说，这一次里面哦，动员了5万人，双航母。还有200架战机，你看他的那个说法，叫做创下一个世代以来中东最大军力的集结。之前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曾经讲过说，他们不会再派驻大部队的兵力在单一国家里面。结果这一次为了伊朗，你看5万人、双航母、200架战机哦，而且呢，刚刚所提到的说，他们其实在整体的这个规划上面哦，你看到那个数字很特别，他说他们发射了将近2000枚的飞弹，击中将近2000个目标，那就代表什么？都中了，都中了。我没有浪费太多弹药哦。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战场状况哦，跟我们过往所看到都不同。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说，美国有一种飞弹很厉害，叫做匕首飞弹。好，那针对那个就钻进去啊，就像忍者那样啊，那钻进去完了在里面搅，所以人死在里面不知道。这一次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掩体哦遭到攻击的时候，你从外观看不出来。对。你就看到中间有个小洞，它有几个洞，而且那个几个洞更特别，不知道是算过还是怎样，那个洞还在一直线上面，4个碉堡，然后中间的距离还都一样，都一样，结果后来说，因为那是它碉堡最脆弱的地方，外观看不出来啊，你这从高空看过去也觉得没什么差别，但它的真的损伤在里面，所以看得到的是，美国没有认为说我今天双航母跟200架战机已经是我最大的动员能量，现在说呢，我摧毁了这个伊朗的17艘舰艇之外，
包含到 F-35还有 F-15E 鹰式战机哦，现在也都继续要往这个中东的驰援。再来就是用所谓的新型的短程叫做精准打击的这个飞弹哦，针对的叫做全天候海空跟网络不间断的这个攻击哦。所以我刚刚提到说，美国这一次展现的一个绝对武力的优势，来自于是作战首重什么？只管通勤啊，后勤很重要啊，但只管通勤，你要是被打瞎、打眼盲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要如何做战场上的运用？你看美军在第一时间里面干嘛？由攻击由网络跟太空司令部来发动，第一波的攻击是这个哦，那就针对什么？对卫星啦。以前大家觉得说这个美国正式成立太空军，你是怎样宇宙防卫队吗？现在不是啊，他现在告诉你，对啊，我们攻击的是像卫星这种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太多通讯都走卫星的啊，对，而且卫星有监侦的功能嘛，我就把你打瞎，所以把眼睛跟耳朵先把你弄掉之后呢，伊朗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通讯跟反应都没了，再来就干嘛？他也在做一件事情，叫做饱和式的攻击啊。所以你看他这同步海啸，说哇，100架的战机跟无人机同步升空，再搭配海军战斧巡弋飞弹啊，回到那个 Top Gun 哦 ，Top Gun 2，大家会发现到空军的飞机先起飞，你到了预定的集合点之后，战斧飞弹就打，战斧飞弹打什么？先打你的有生力量，特别是会反击的有生力量，炸机场嘛。炸你的那些基地嘛，炸你那些空军的，再炸你那些飞弹基地。为什么？我今天把你端掉之后，你今天就算想回击，你是瞎子摸象啊。所以你看它同步哦，用这样的方式，甚至呢说哇，100架战机朝总统府狂投约250枚，大家也不要想说他们飞到总统府上空这样丢了啊，也不会，远距就可以了。啊，远距基本上因为它的作战范围大嘛，哦，你就有办法达到这样，甚至讲说他们这个阿巴斯的这个海军基地遭到重创，军舰狂烧24小时。好，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弄掉你的空军，我弄掉你的海军，你接下来所有反抗力量只能集结在伊朗本土，你没办法出兵啊。我们过往在看叫做保存战力是最重要的，我受到攻击完了，第一阶段要做的事情就保存战力啦。结果你现在保存战力，我全部把你端掉啊！所以未来你今天好，就算你要发动攻击，我认为火炮的部分，美国一定有计算过，包含到无人机嘛。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美国究竟透过这一次的战略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他想达成什么战略目标啊？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美国虽然一直在强调，因为核设施跟核武的部分是他觉得这次要对伊朗动手的原因，但现在问题来了啊！你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还讲，川普还讲说，伊朗有这个新的领导政权，有说要跟我谈哦，我也愿意哦。他那时候还考试人家嘛，早就给你谈了啊，早就有时间了，你自己要拖到现在。结果现在最新的讲说什么？川普说我不见得要跟你和谈啊，我不见得要跟你谈哦。好，问题来，第一个哦，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呢，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跟美国要出手？公开的说法叫做伊朗在新建无法攻击的地下核设施。什么叫做无法攻击的地下核设施？回到 Top Gun 2，很难攻击的点，第一个飞过去之后先炸开它的门，第二个把飞弹丢进去。对美国来讲，其实有点复杂啦。为什么？它有更简单的钻地弹嘛？对啊，我直接打下去，第一发地面炸开，往下压下去，第二发地底下炸。但他告诉你讲说，正在新建无法攻击的地下核设施。要么就是它深入很下面。以你现在的钻地弹，可能没办法一次的打到这么深，你唯一能理解只有这样嘛啊。第二个呢，说什么？他说呢，现在因为这样，我们就动手了。好，那问题来了，这个哈米尼已经确定了，因为伊朗有宣布他的死讯嘛啊，那所以他们要报仇嘛。那问题是回来是新的所谓的宗教领袖谁来接？那时候传言很多啦，说什么2把手刚接任什么一个然后一天也被端了，一天也被杀。好，连是个三当家说据传也有。现在来啊，现在讲说呢，准备要这个强硬派的这个所谓哈米尼的儿子叫做穆杰塔巴呢，有可能要紧急接班。那紧急接班之后，那问题就回来了，哈米尼的儿子面对到现在他的爸爸遇到这种状况，他会不会松口？外界也都在看啊。你川普讲说地面部队要进去嘛，再来就是美国当然在这个阶段里面不太容许其他国家就是包牌了。你一定要选边站了。俄乌战争的时候，
包牌的可多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他包牌啊，因为很简单嘛，我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是我的天然气、我的能源命脉，长期都是俄罗斯在供给的啊。所以我要去跟俄罗斯翻脸吗？好几个国家在当时其实都保持的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嘛。我们希望和谈和好。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认为他今天开始告诉大家，没有包牌的，你就是选边，你就是跟我站一起。你只要敢去跟伊朗站在一起的，好，那我美国会不会对你出手？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说伊朗都没有朋友吗？黎巴嫩真主党表态，我挺，这也合理啊，过往他们都这样啊，所以现在以色列看起来，他要攻击的主要的对象已经不是只有这个这个伊朗了，现在看起来黎巴嫩的部分说以色列的军方开始调大部队进入到黎巴嫩黎南那个地方就它南部那个地方，那问题就回来川普现在从一开始的4天，变7天，现在变4个礼拜。4个礼拜，现在外挂叫做说没有我5万人过来，地面部队如果进去，那就代表什么？不可能那么短暂收。将军在这边，地面部队进去没有清扫战场，没有确定我的根据地是不会撤的，不然我进去干嘛？美国从越战开始都出现过这种状况，我大部队进去没有办法确定战场是清扫完了，到最后美国灰头土脸的走。现在这个局面。川普再把他的强硬的态度拿出来讲的时候，现在大家来看会不会第2波的攻击？到最后美国灰头土脸的走。现在这个局面，川普再把他的强硬的态度拿出来讲的时候，现在大家来看会不会第2波的攻击继续出现 ？OK。来，将军，那这样难道真的要打到地面战吗？真的要打到好了？有人形容地面战一打就是个泥道，你一旦陷进去以后，不是你川普要不要打，是全球会跟你说，大哥可以了吧？别闹了，你现在已经搞到。我不知道今天的股市，各位在场大家有没有参与到这些？但你看到包括日本、韩国，包括我们，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如果动到地面部队，那不得了。当然，这是一个现代战，从美国一开始所展现出来的饱和式的攻击，包括精准的攻击。可是看起来，伊朗第一个，你有没有注意到，伊朗透过画面镜头跟全球看到的是，我海军几乎被团灭，我的无人机航母被炸，但是他给你看他的无人机隧道，里面摆满了无人机，就是意思就是告诉你我还有反击能力。哈米尼儿子如果要上来，意思就是告诉你，你再怎么斩首，我是9头蛇，我就是你斩掉一个，我再出来一个，你斩一个，我有3个。如果一路这样下去，如果不派地面部队，不能解决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啦。这场战争可能会颠覆以往我们对于战争的定义。以往像这样的状况，就是美国有这么辉煌的战果，里面的幕后的军火英雄应该是波音，应该是雷神，应该是洛克希德马丁，可是这一次美国的背后的军火英雄不是这3家，哇，完全颠覆了。大家可以看 AI 数位团队团灭哈米尼 AI 耶，AI 怎么团灭啊？我要告诉大家，这真的是跌破眼镜。他的做法不再是那种强攻式的一种所谓的强袭，它变成奇袭。什么叫奇袭？这3家公司包含了一家叫做 Palantir， 就是全知大脑。它用来做什么？它用来针对伊朗平常这些大官的食衣住行，做非常细微的观察。他这次决定要在这个早上9点半攻击的原因，他被公布出来，我们大家吓了一跳。他的攻击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长期观察哈米尼官邸厨房备餐的人数，备餐的数量，平常只备30人，怎么突然间28号他的备餐变超过50人的备餐？就表示哈米尼这一天是不是在这里要召集重大的会议？然后经过了情报交叉比对之后，他这个备餐还不是一般的备餐，是高阶人员的备餐，就是他连菜单都知道。然后经过了 AI 的运算之后，发现对这一天有重大的会议要产生，所以做了一个 AI 的迅速决定攻击。那么这个攻击之后呢，会不会有说认为是不是哈米尼或是伊朗透过了很多语义里面的迷雾，
让你误判。那另外一家又出现了，这家叫做安斯罗皮克，这个是专门解除情报或是战场迷雾的一个 AI， 它去换算就是有多少几率你是骗我的，有多少几率是事实的，所以它透过了语义的破解，透过了边缘的运算，然后产生了目标攻击。那这个目标攻击由谁来执行？这个执行的也是一家新创的一个科技公司，这也来过台湾，安卓里欧这一家的公司，它专门做什么？轻型，所谓物联价美的无人机，这叫做死神蜂群。对，它很便宜，然后呢又很好。那这种叫做死神蜂群，铺天盖地的让整个德黑兰上空产生了地狱景象。就是这3家，各位，这3家非常年轻的新创公司，以 AI 起家，它的战功却超越了传统的雷神啊，那这个波音啊、洛马，各位从来没想到吧？对，没想到的还多呢。它还具备了什么？它还具备了没有让德黑兰启动强力电波干扰，成功的深入了建筑物内部精准斩首。它居然做到了这样，3家新创的科技公司。好，那刚才有说到，在这个德黑兰，他说：“我跟你讲，你们打不死我，都打不死的蟑螂。我告诉你，我在这个地下隧道还有成千上万的无人机啊。我看你要不要用你昂贵的防空飞弹跟我换？一架不到70万台币。将军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讨论这个时候，我有请教你很难想象，英国不是那时候讲说，因为伊朗又有打到他们的基地，对，所以英国呢，后来英国战机对，用飞弹打下了伊朗的无人机。我那天不就问你说，将军这划算吗？非常不划算，一枚。我飞机上去，我用一枚飞弹打掉你一个无人机，开玩笑，现在无人机都是跟蜂群一样，然后你用飞弹打一个那个，价钱也不划算，而且未来来讲的话，你也不可能这样打。对，上千万台币打一个70万台币，对啊，那我换都划得来啊。对，所以呢，以色列干了大事。这个以色列，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在以哈战争的时候，他们的铁穹被这个哈马斯用饱和的那个廉价的火箭弹攻击，把他的铁穹精准的这个防空飞弹消耗了差不多了。没错，当时还告急嘛，我看你有多少飞弹可以消耗嘛。你铁穹很厉害，对不对？我就给你饱和攻击，1波不够，2波、3波，让你铁穹系统虽好，没弹可用。所以以色列真的干大事了，他把那个星际大战 Star Wars 的那种科幻的想象带到实际。雷射，这叫铁束雷射。它不是铁穹，它是铁束雷射。它的雷射不再打飞弹出去，是一个急速的一个能量光束打出去。它不是打极音速飞弹，它也不是打那种高贵昂价的飞弹，专对慢速攻击性无人机。所以这段时间，为什么伊朗的这个无人机大队飞到以色列上空，好像没有什么伤亡产生？因为它所用的叫做铁束雷射，它做哪些状况呢？极致的性价比，他打一次雷射100块台币，100块台币，把你一架价值70万的无人机给搞下来。大家想想看，谁划得算？谁划算？而且以色列这款铁束雷射，它的发射次数是多少限制？无限制。我能源在，我就可以不断的打雷射，急速能量上去，我只要扫到你的无人机就在空中就解体爆炸，它就把你重点的引导晶片跟你的引爆装置就给你及时引爆。所以现在以色列所产生这种新式的这个铁束雷射，这是新的防御纪元，它是专门针对廉价的无人机来发展的。所以而后我觉得美国，我相信这个里面绝对有美国的技术，当然绝对有美国的技术。那美国既然他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伊朗的廉价无人机来打伊朗，那他难道不怕伊朗用这种方式反过来打你吗？对，所以以色列就告诉你答案了，尽管来，我有比你更便宜的方式来解决你的无人机。所以我说这一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的这个作战整个把作战形态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谁说就是军武大、军武多才会赢？重点是你要用不完，你要更便宜才能主宰战场。将军刚刚讲到这一段，大家都在讲说，如果两岸之间有任何的状况，当然大家都不希望。可是如果真的有的话，那老共是不是有很多的无人机群或什么？
铁束雷射这些，在未来来讲，是不是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我们要纳入考量其中之一？在我们讲刺猬岛的同时，然后我们各型高空中低的飞弹以外，包括这些，是不是未来都会在那个纳入考虑？因为这跟我们的军购啦什么大概都会有关系。但是对，大家都知道，枪声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打的是什么？打仗打的是谁的拳头大，可是也要打的是谁的家底丰厚吧？很多是这样。但明凤，可不可以请问一下，第一个，美国就算第一波饱和攻击，刚讲多少枚的飞弹？可是美国飞弹又不是直接喊芝麻开门它就出来了，你也要有生产，你也要有库存啊。你这样一波打成这个样子，那有人也在讲说，那美国到底还有多少也可以打，会不会消耗到其他的？但另外一边，赫姆斯海峡非常的重要。然后所以你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当现在川普已经考虑到要派美国海军，美军要去护送，要去防卫赫姆斯海峡，让油轮能够出入。伊朗直接放话，我一滴油都不让出，来的我就打。我就讲那个伊朗的策略很简单，我把全球都拉进来啊。你光看今天从台湾到整个东亚的股市来看，你就会知道，开始大家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些。当年我们的经济部都讲说，如果战争打到4月，我们就要考虑全面燃煤发电的这些相关都要考虑进去，包括我们的天然气，我们也要考虑啊。所以显然现在看起来，伊朗的这一招是真的会出效吗？现在就是大家真的股市跌，就是跌在这个中东是产油国，然后赫姆兹海峡可能这个出入是不是有问题的因素了。那你说弹药的部分，先讲弹药，这白宫说，弹药无限，然后赶快又开始在做了嘛？对，赶快找那些大的军火，所以应该是无限供应就对了。反正我现在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我如果打到什么像刚才讲的地面作战，我就完了啦。所以我觉得说，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一只股票叫阳明股票海运，然后呢一开始就涨停啦，因为从昨天就开始涨那个海运，然后呢，结果川普一宣布我要派美军去守这个荷姆兹海峡，而且要扫雷的时候，而且还提供这个国家保险的时候，那只股票马上就跌3%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这种东西是就是说很实际的影响性的。那这个关于荷姆兹海峡，你看日本也是有反应的，所以日本的股票几乎也是跌得很惨。那他们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叫做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因为他们的油呢跟我们的油源不是很一样，他们油是90%都从中东去的，尤其是要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呢，他们当时在安倍在讲这个所谓要制定所谓的安保法案的时候，让自卫队可以去参与这个所谓其他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举的就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时候，我日本的生存威胁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危机。我日本的生存威胁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危机，所以才要出动自卫队去荷姆兹海峡扫雷。那当时很多人，包括那个麻生太郎等等，都问他说：有可能吗？这个海峡这么重要，这个应该都很谨慎，怎么会布6000枚呢？对啊，现在就是啊，现在就好像是真的是有布6000枚嘛，所以现在这个所谓的日本的，他们叫做存亡危机事态啦，其实就是生存威胁的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的日语，我们翻成比较口语化，就是我们就是日本的能源已经面临到所谓的威胁的情况，所以他们就要启动，有人在开始说要启动这个东西，可是韩国就讲说，如果说这个超过4周的话，那这个要调动的是韩国的驻韩国的美军。那自卫队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可能他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还没有修宪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但是问题是就是很恐怖，就对。那我们国家呢，就是还好，我们的石油进口现在受到威胁的部分是卡达这个部分只有8.67，那但是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中东的国家，不过它有其他的进出口，那现在就是卡达部分会被卡住嘛。那当然我们的液化天然气呢，我们的购买来源就是比较多元，有澳大利亚，有美国，巴布
巴布亚纽几内亚这些印尼啊等等，但是卡达的占比也很高，所以我们的天然气比石油为限。然后据我们了解，就说我们的天然气的存量可能要检讨，可能有些危机感，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正在跟所谓的美国跟加拿大做一些沟通，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赶快加买这个天然气，因为它这个东西本来是说四天，后来又变4周。现在估计可能会超过8周，所以说，那我们天然气的这个存量呢，一定要保存一定的这个安全度。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紧张的是这个天然气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虽然是分散来源，但是在卡达的部分占了30%左右，所以这个东西，因为你石油是大家开车啊什么东西，天然气就会涉及到发电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那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川习会到底还要不要见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川习会有可能说是延期，或是取消或怎样，但是目前为止看起来，中国那边的反应好像是会照常举行，因为毕竟中国的利益还是有很多东西是跟美国勾连比较多的，比起去支持这个所谓的伊朗或是怎样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跟你美国还有很多事情要谈，但是呢，这个东西的确是给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ck，就是说这样。那其实我觉得你到台海这样，万一啊。这个战场未来是美国会接管的。你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台海万一有什么事情，美国一定也会跟日本或是韩国一起接管这个台海的战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很多未来后续还是有很多的影响啊。我讲现场来宾有没有人看到任何资料？可不可以为我解一个惑？荷姆兹海峡这么重要，然后呢，那川普他们一定也都知道，他们也就是像伊朗现在的想法，他已经说了，我一滴油不让出，我放水雷。可是，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他们就把伊朗海军打得几乎团灭？包括他们才成军大概1年多的那个无人机航母也被打掉了。那现在说要派海军去护送油轮，川普他们难道没有防到他会让他一滴油不漏吗？为什么以美国现在展现全面的压制能力，但是为什么对荷姆兹海峡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掌控力？可是你到底有没有6000颗水雷啊？谁不知道？去扫雷啊！就叫川普他们就要想办法去扫雷。但是有没有到6000颗不晓得，因为依照日本在过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日本很多政治人物是觉得他们不敢去动到这种水，对，不敢放水雷，放这么多的水雷，因为这个是一个所谓全世界的生命之道啊！是啊，所以他们就反驳安倍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搞这个东西，你不要举，因为人家不会去干对，人家这种很谨慎，不会去干这种事。但是到底有没有干这种事，我不晓得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川普他们难道一点防治能力或是反制能力都没有吗？想不到这种事情吗？应该有想到啊。对啊，然后你把人家海军打得几乎团灭。然后你做了所有这些，结果人家只要把那个海峡口一封，或是把这些，结果后来全世界都陷入这个样子，这件事不是很没有道理吗？我印象中看过，因为如果要封锁要解封，其实很累的是有一部电影，那时候是二次大战，男主好像我忘了是 Tom Hanks 还是谁的那个，他讲的就是当英吉利海峡被德国用孤狼潜艇封锁的时候，因为德国是要把英国困死嘛。美国那时候就千里迢迢，有美国那时候全世界最有实力只有他，所以美国那时候就是由美国的所有的货轮运补，然后由美国的军舰去护航，他就是演军舰舰长，叫什么？龟航哦 ，OK， 他就是一路运到那，你知道那个舰长有多紧张？他一个船队这么大，就他们首尾这样船，他根本不知道潜艇会从哪里出来，人家潜艇也不会打你军舰，他就打中间的商船，他是要打商船。是一直快到任务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状况，他要兼顾首尾，要去护所有的商船。那部片子非常好看。可是现在美国是这么样压倒式的军力，结果后来一个荷姆兹海峡，人家就掐着你的命脉。这件事情是我到现在我一直在找资料，到底为什么川普他们对这个没有办法反制？他很负责任，说我美军出动去扫雷，你们不用，你们放心。真的吗？没有人放心啊，因为现在就是这样。好，对，现在大家都紧张。如果你看全球现在受影响，来，我现在就出现这样。当你说你斩首，你把第一批所有的高层，从宗教精神领袖到包括军事高层，几乎都已经斩首了。没有啊，他现在就是九头蛇啊。你斩一个，我出3个啊！所以现在传出来是哈米迪的儿子要接班，也就是伊朗传达的讯息是：我不屈服，
我只要有这样的人在，好。然后包括现在看起来他的军事力量，我讲他展示他的一些无人机，展示所有的。今天还有一则讯息是以色列跟伊朗的空军战机相遇，然后当然以色列 F-35打掉了一架伊朗战机，也就表示伊朗连空军都还有实力起飞跟你对干。那如果这场这样一路下去，那战争就是会面临到刚刚这样的情形。本来包括摩萨德，包括 CIA， 不是大家讲说很厉害，然后包括有内鬼，包括用科技的方式，那接下来呢，还要再用这样的方式一个一个斩吗？我觉得整体现在战争的局势，因为现在其实还在初期的阶段了，从上个礼拜6开始到现在还不到1个礼拜。那现在基本上我们看到伊朗，这等于说传统武力大部分所谓有生力量，不管它的空军、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已经大致被瓦解了。因为你看到美国的这一些不管是无人机啦、MQ9啦，已经基本上是大拉拉的在伊朗的领空去巡逻去做监侦。那包含这种你说很美国也出动这种 B52的这种轰炸机，它基本上也是没有逆中防空能力的。所以其实，在传统武力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大体上伊朗是已经主要力量都被扫荡。可是就跟武哥刚刚前面提到说，那为什么他现在还是可以去威胁荷姆兹海峡呢？但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现代战争不断演化的一个结果。一来是说，包含伊朗，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种非正规力量，不然说自杀型的无人机，不然说各地的这些游击队、这革命卫队，它甚至你因为最终你把它的主要这些高价值目标打掉了，可是那到底有多少的民兵、多少游击队藏匿在各间？然后又因为科技进步，现在基本上你要用这个怎么讲？我们用一些简单的，不论你说手机、笔电搭配无人机，你就可以做到以前是要一整个军队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现在科技太进步了，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变数啦。可是，所以我觉得整体美国上，他先第一部分要把伊朗的这一些国防力量打掉之后呢，他基本上接下来还是要鼓动包含我们等一下讨论到为什么 Rubio 今天讲到说 unleash 的讲这样子，他基本上还是要鼓动，就是说要支持伊朗国内不同的力量，你不论是说政府体内的比较相对亲西方温和派的人士，或者说之前抗议的群众，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没有跟伊朗政权连接那么紧密的部落力量，他还是要让伊朗的内部势力出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往这个方向走。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这个我觉得他其实做到这样真的已经很强势，超强了。这你看，这个是就讲说，美国这次整个计划是多全面。这是伊朗当地一个 app， 当然因为是伊朗文我们看不懂，不过基本上这是一个在伊朗当地也蛮多人在用的 app 这个有几百万人在使用。它是一个帮你算祈祷时间的 app 因为这个伊斯兰教他们，然后有时候你要根据古兰经里面制定的鼓励的时间去做一些相关的祈祷，那跟现在换算回来，我们用洗礼那个时间要换算嘛，这个 app 就都帮你规划好这样。那好，所以本来这是一个生活用的 app， 可是大家看到这个截图时间什么是2月28号上午10点19分，有没有？上午10点讯息就开始叮叮咚咚弹出来，10点19分、10点14分10点11、10点16分、10点3分，哒10点突然开始一直讯息跳出来。这个讯息在跳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一个斩首行动，就哈米尼跟他的高阶将领们，就被一锅端是在早上8点10分的时候。所以到了10分，你看到这个 app 就讯息跳出来。那一般我们会觉得说，是这个 app 本来就是他自己内建要提醒祈祷嘛，也不是。其实当时这个已经被以色列或美国方来渗透了，所以其实当时上面传出讯息是包含是跟大家讲说，援助已经抵达，然后只要拿起武器对抗政权都可以获得特赦，然后放下武器加入解放部队，为了自由的伊朗就变成就是这一些鼓动你起来革命的讯息。所以你看到是说，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刚刚谈到中国，其实他现在一定会有一个很 shock 的印象，是说，这次看起来伊朗是整个被渗透到，就是说被渗透成筛子，是千疮百孔，全面的天罗地网，完全被掌握了。这个 app 是最小的，可是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委内瑞拉马杜洛在跟川普呛虾的时候，在录抖音的时候，难道他没有想说美国可能会来打我吗？他当然有心理准备嘛。那伊朗现在美国2艘航母战斗群在附近了，难道他没有想说他可能会想要斩首吗？他当然也有心理预期。可是你看，最可怕就是说，即便这些独裁领袖他已经知道你要来弄我，我也把我的安保提升到最高等级，我已经叫我的防空部队所有人最认真，哇，还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完全手无缚鸡之力，无法抵挡。所以这最可怕的地方。
即便这些独裁领袖他已经知道你要来弄我，我也把我的安保提升到最高等级，我已经叫我的防空部队所有人最认真，哇！还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完全手无缚鸡之力，无法抵挡，所以这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我看前2天，因为现在大家很关注这次到底怎么做的，有一个以色列资深的情报记者叫 Ronan Bertzman， 他最近接受一个专访，因为他长期是住在特拉维夫，就以色列首都那边，然后去跟以色列情报部门有接触了。他说这一次其实呢，从去年2025年6月，就是当时去年在以色列跟伊朗爆发战争，那时候以色列是1000多公里奔袭。F-16去炸，然后到后来美国出动 B2 嘛，对不对？那去年的时候呢，其实以色列跟美国情报单位，就摩萨德跟 CIA 已经可以掌握哈米尼的所在地了。就去年已经有办法做到那个程度，可是当时还没有决定说要真的去把这个政权推翻掉。而当时的做法是说，好，这一些哈米尼本人他们的高阶将领当然大家都很注重安保，可是他高阶将领身边也会有人例如说保镖，保镖身上也会带手机。所以他们就不一定直接害得到哈米尼他的装备，搞不好他根本也不用这些数据装备。可是他身边的将领，他将领身边的保镖会用手机，他们害进这些手机，好，然后就大概可以掌握他们位置。好，可因为去年要这样轰炸完以后呢，当然伊朗也更紧张了，所以他们把安保措施又提升了一级。所以呢，就说去年的老方法到今年还要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一次现在目前情报出来是非常多不同层次的讯息，一层一层一层掌握。这2天也有人出来，这个以色列这方面也有人出来爆料说，哇，这一次其实为什么可以最后40个将领一次处理掉？因为他们有人之前去看牙医的时候，那牙医已经被渗透了嘛。那装那个补牙的时候，你那边然后它里面就把一个追踪器也放进去你你也看不到嘛，你也不知道嘛，你完了回去就刷牙也没有事嘛，对不对？所以包含说，你看哇，这个将领身边的人的手机，包括我们刚刚讲到，哇，这个哈米尼的要塞堡垒，哇，附近的监视器也被害进去包含于将军讲到说，厨房出多少人餐点也被掌握包含还有人的牙齿里面被装了追踪器，所以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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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是真的是哈米尼插翅难飞，所以那甚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最经典，我们当然就说内鬼嘛，对不对？就是像委内瑞拉大家都在说副总统马杜罗那个15亿嘛，对不对？对啊，但是副总统现在还是接棒嘛，所以好了。但是你看，因为之前就是那时候不消息一出来嘛，说哈米尼死掉了，然后大家想说那马上会有人接班，你说国防部长也挂了，然后革命卫队司令也挂了。情报局长也挂了，说哇，怎么会一锅端呢？因为他们全部就是在刚才讲那时候，全部40个人在开会，哇，就以色列跟美国就是30枚这个哇大当量的飞弹炸下去，所以以色列跟美国一炸下去就知道一定得手。一栋建筑30枚飞弹炸下去，可是这么多高阶将领，你说哇滴水不漏，我就掌握你们所有人开会的时候炸下去，有一个人没事。这个人是谁呢？好，这个人叫做 Kwani 这个他的名字 Esmail Kwani， 好，我不知道我念得正不正确，但英文大家这样讲。好，就这位呢，他是伊朗革命卫队底下圣城旅的这个司令，大概算旅长这样子，就是负责，但是他也地位也很高咯，因为他是负责这个哈米尼所在的这一个都市的整个安保的工作是他。好，那他很有趣哦，他在当天就是2月28号早上8点，他幸存了。为什么？因为他人不在那栋要塞里面，他没去。对，那根据这个伊朗的一些境内媒体传出来说，因为他睡过头，没有去开会。所以各位你想不是说去了然后早走吗？不，各位你想，这一场会你的大老板神权领袖在，神权领袖的办公室安全主任在，国防部长也在，然后革命卫队司令也在，所有人通通都在。但是你说我在家睡过头了，所以没有去，有可能吗？所以当然我们没有证据，可是现在所有人全世界千夫所指，就会说这个人一定是内鬼。可是所以，但是据传他现在在伊朗也下落不明了，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他们政权自己把他抓起来。但是我们重点强调的是，你说你看从最经典就老式的情报手法找内鬼，到先进的说 AI 比对手机讯号追踪器，一层一层是完全渗透了嘛。所以现在变成有一个中东战事的延伸的波澜，是说现在中国很紧张，因为你想当然现在网友有开一个玩笑啦，就说美国动不动就把人家团灭了。我告诉你，美国再厉害也不可能团灭解放军高层，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已经先把解放军高层团灭掉了，之前什么张幼霞什么通通都被拔掉了。好，可是各位你想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看了这个，你一定会心里很紧张，不要觉得不可能。因为习近平我自己当然我的安保可以提升到无限高嘛，我每天晚上睡不同地方，我身边人一换再换。可是问题是，
伊朗已经示范给你看了，你自己防得再严密，你总要跟将领开会吧，总要有人帮你管事吧，你办公室要有主任吧。那主任身边也有人帮他吧，一层一层一层下去，你不可能无限每个人，你说我的助理的助理安保抽检也做到跟习近平本人一样，不可能嘛。所以对中国来说，其实现在这是一个警讯。所以其实最近有一些所谓墙内的媒体报道传出来说，中国的包含一些智库现在出来讲，像是有一位是上海国际研究院的中东中心主任，他最近就发文说，他就有发表一些文章说，为什么伊朗这次情报这么失败？因为有亲西方的势力，说因为伊朗常年动乱嘛，很多人就是住到国外嘛，这些人。这些住在国外亲西方的人被西方的思想洗脑，所以他们特别容易被渗透。这些事情是我们中国要小心的。所以你看到说，整个中国其实包含现在一些大纪元、一些相关媒体也有说，中国各战区的这些政治部门呢，现在已经很紧张了，都开始加强针对这个下面官员的思想控制、思想工作都要找来问一问，然后写报告上去汇报，都特别关注2个点。第一个，保持政治定力就不要看人家伊朗风吹草动就紧张另外是防止类比解读。就是大家不要你们去看伊朗这个事情，就是看美帝很坏，不要看什么推翻独裁领导人啦，什么军队不和啦，什么这些讯号都是严格防范的。所以其实大家当然在关注说，接下来的这个川习会不会因为最近的中东战事有变化？可是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说，其实习近平之前就已经很紧张啊，我们之前就知道说他在北京下面挖一个很大的那种抗炸碉堡，史上最大的。那既然之前他都已经这么紧张了，那你说现在中东出来，很显然中国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的收紧，可能又会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如果照媒体上所报道，不晓得这次哈梅尼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跟伊朗的监视器被害或什么有没有关系？如果要是说真的有关系，因为老共的监视器应该是在全球应该算多的吧，就是每个地方都有，因为他们连去看个演唱会，一次可以抓10几个通缉犯嘛，就是天网，就是把那个人脸对比出来以后，这个人是通缉犯。那如果那个会被害，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一部分会不会也会产生一些戒心？但来，元之，我们就直接来看，这次我刚刚讲枪声一响，黄金万两，飞弹打。不管飞弹所有这些都要钱而且不是你有钱就有，你也要来得及做啊。所以有人在讲说，老美库存有多少，这仗打下来还有多少？那剩货会不会影响到？好啦，就是全球各个地方，譬如刚刚讲韩国有没有萨德系统啦，这个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不可以全部都拿？也就是说，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排挤的效用？对，就是现在呢，这个美国其实在打伊朗呢，消耗非常大啦。给大家一个数据啦，有人是研究指出，他大概一天就烧掉新台币248亿，等于换算1个小时就烧掉新台币10亿。那如果是航空母舰，一天就是2亿，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耗。那伊朗现在的策略就是想说跟你打消耗战，他是打不对称的战争，就说用一些比如说无人机啊，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刚刚大家都有讲一些那个设施，然后一些那个飞弹，然后或无人机。去攻打你，然后你被迫就是要用那种什么爱国者啊、战俘啊，不是战俘，就是那种萨德啊系统啊去拦，不对称。有人形容说这个叫做用那个法拉利去拦截单车啦，电动单车啦，就是有这种叫差异啊，就看谁撑得久啦。那现在目前这个战争呢，看看对会不会变成2个人的武林啊？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那个川普呢，然后他对英国跟西班牙很生气，因为英国跟西班牙不太理他，有一些基地都不给他使用，所以川普呢就针对英国讲说，哎呀，你现在这个首相的不如丘吉尔了，就这样呛他。然后呢也说呢，这个西班牙呢说我要跟你这个西班牙完全断绝这个贸易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欧洲国家没有说要全力去挺美国。然后我发现现在好像美国也有点想理清责任因为像那个卢比奥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不是我们主要要去杀那个哈比尼死跟我们无关啊，那是以色列干的啦。然后那个议员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你们要去打呢？那是因为呢，我们怕说以色列会被伊朗报复啊，那会对美军也会有死伤，所以我们赶快去攻打伊朗，这个是为了保护我们呐，所以就撇清责任我们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一开始不是传出来说美国的策略是希望伊朗可以转移政权嘛，对不对？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政权一直无法转移呢，那你就是要无止境的打下去吗？所以美国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说法是说，没有说一定要转移政权啦，基本上呢就是要让伊朗没有攻击我们的实力不能破坏我们在周边的一些基地或我们的一些设施，就这样子。那现在听起来是不是美国也在
找一个台阶，就是说，如果说到时候真的会变成一个持久战，川普不是讲说4到5周吗？那假设4到5周伊朗政权没有转移，那你美国到底打不打？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他们川普要面临的一个状况。伊朗政权没有转移，那你美国到底打不打？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他们川普要面临的一个状况，因为接下来就有期中选举啊，你这个耗损下去，如果美军有损伤，如果说这个打下去让美国人觉得说你打这场仗干嘛？这对川普的声望是有影响的，所以他当然会讲说我们的目标就设定比较低一点嘛。你如果要推翻政权的话，那目标很高啊，这不是他能控制啊，所以我觉得他最近讲话。就有点保守啊，川普讲的比较冲一点，但他的国务卿啊，他国防部副部长讲的都比较保守。好，那目前来讲的话，川普美国为什么会这样考量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现在很多人讲说这个叫做一个弹药库的消耗战，看谁多了。可是美国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他的那个飞弹呢，就有时候支援一下乌克兰啊，要支援一下印太地区啊，或之前也有打那个伊朗嘛，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消耗了哈。那然后他也看出来说，其实伊朗的策略，我刚刚有讲说，没关系，我就跟你撑。你看哦，像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阿联酋莫名其妙被打？那个帆船饭店要被打。阿联酋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嘛，又或酋长国，它是7个酋长国家组成的，在1971年，其实他那时候就标榜说我要中立。他说他是中东的瑞士，这个地缘虽然说中东很混乱，但是我确保呢，因为我是安全的，所以他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住，他大概国家里面有90%都是外国人。那他也跟伊朗有签一个君子协定啊，就是说我们互相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互相不打。结果那个伊朗就跑去打阿联酋，阿联酋非常惨啊，他大概就会狂轰滥炸哦，然后大概也是30，大概也是伤亡惨重。那你干嘛打阿联酋？其实伊朗的策略就是这样，没关系，我就一直乱打。那我打到呢，让这些国家受不了，会结合起来去跟你美国施压，说叫你美国不要再对伊朗怎么样。然后再来就是他这样乱打的结果呢，那原油啊，还有天然气啊，出口就有问题嘛。那全球的那个成本都提高，也会给美国压力。其实那个伊朗就是在用这几招了啊，消耗你的弹药啊，然后让国际通膨啊，原油成本上升啊，然后让其他国家受不了，跟你施压，目的就是希望美国可以赶快停手啦。然后可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那这场仗如果一打下去的话，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嘛？好，影响就是。如果你看哦，它现在有3个飞弹，就是战斧、爱国者跟萨德3大飞弹。如果它的库存一直不断耗尽的话，它有可能就从那个太平洋战区或者是印太地区这边调飞弹过去。那调过去的结果，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共它就轻松啦，就会觉得说，美国你在这个地方的威胁就减少。那这会不会牵动台海的安全？而且它有可能把台湾问题延后。就是比如说美国对于台湾的关注，也许就会放在中东地区之后，那当然对我们来说就会有影响。不过我觉得那个美国他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有消息指出，大概3月6号就是隔2天，白宫要紧急召集就是美国的军火商，像那个雷神那些啊，对雷神那些啊，就跟他们讲说来吧，你们现在赶快给我增产哦，第二个增产，然后而且还祭出那种处罚措施，就是说这个产量比分红重要。你们不要一直跟我想着把它分红给股东哦，你要给我把我要的飞弹给我生产出来。如果你生不出来的话呢，解除合约。所以现在那个军火商也非常的头痛，就是要一直配合川普，要一直生产。所以他们其实也有注意到，真的是有那个库存问题。虽然川普嘴巴上讲说绝对没问题，可是实际上看得出来，这还是会有库存的问题。可是易中老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那个美国国务卿鲁比欧突然要提蒋中正？对。为什么？他原意是说，美国要准备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对伊朗，就说他们要实现他的战争目标。可是他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突然丢了一个名词，把蒋介石搬出来，所以大家开始讨论，就是说他讲了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unleash 降 ，unleash 就是解放，就是松开皮带。那降，那个降就是真的就是蒋介石。那这里面其实这个典故，这是一个美国保守派人士的一个俗语，就是说要放蒋出去。那蒋干嘛要把蒋绑起来？因为蒋很冲，蒋介石就冲，蒋介石一生一世就是要反攻大陆。这件事情在美国啊，其实有一些人是不希望蒋那么冲，就是说
你就好好在台湾，你的卖摩台摩机去，因为你如果又要去反攻大陆的话，你又会把美国带进那个所谓的国共内战。所以有人认为说，蒋介石你既然到台湾，你就好好待在台湾。可是这个谁放蒋呢？在1953年的时候，对蒋介石最好的总统就任呢，就是艾森豪。你知道前一任杜鲁门就很讨厌他嘛？可是等到艾森豪就任以后，艾森豪就是保守派的大将，所以艾森豪就是说要放蒋，然后那时候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希望艾森豪把第7舰队撤出去，撤离台湾海峡，有就让蒋介石就反攻大陆，然后就打。所以这一个放蒋出去这个词，就成为大概1960年代、50年代那些美国的那些保守派人士很爱用的词。那这个词呢，跟什么有关呢？因为卢比欧干嘛讲这个？国务卿2005年的时候，国务卿卢比欧当时还是佛州的众议院的议长，他在就职典礼的时候呢。这位杰布·布希就是佛州的州长呢，送给他这一把宝剑。那这把剑据说就刻了这个 "Unleash John" 这个词，然后他说，他就是肯定卢比欧是一个伟大的保守派战士，所以给他这把剑。那卢比欧得到这把剑也很开心，他据说放在他的办公室上。所以这个词就是在对卢比欧来讲，他有一个当时的用。再讲个小典故，当时这个布希州长的爸爸就是老布希啊。据说老布希很喜欢用 Unleash John， 他在打网球的时候，他在扣杀的时候就会说 Unleash John，Unleash John。所以这个 Unleash John 这件词，就是他在美国好像就成为一个很风行。而且我想当初这个艾森豪总统啊，也是唯一一个来过台湾的总统。就你看台湾跟美国当时还有邦交，美国总统也都没来，就是艾森豪。所以你说这个词在美国的保守派是一个用词。好，那卢比欧讲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再追溯的话，最近有网络上有网友整理出这张照片。这是2016年的屈辱，美国的屈辱。到了2026年是绝对实力的政策。这两件事都跟伊朗有关。2016年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美国有2艘那个海军的巡逻快艇呢，就误闯进伊朗的水域。它原本是要从巴林到科威特，然后中间据说不管是机械故障或是导航失败，反正总之就误闯了伊朗的水域。然后这个船呢被伊朗扣住，被伊朗的海军扣住。那伊朗海军扣住以后呢，美国当时是奥巴马执政，那奥巴马的国务卿立刻就跟伊朗的外长就进行联络，不到24小时就放人。但是放人之前呢，他就是故意用影片，就是因为有10个军人被抓，然后就故意这个比较清楚，你看就得这样。你看这些美国的军人有没有都下跪，然后抱头很难看，然后听说有唯一的一位女兵还被戴上头巾。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屈辱，就是说你的人被扣，然后要放之前还要用下跪的姿势。当时卢比欧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意见。那卢比欧那个时候已经是参议员，他就认为说，就是因为奥巴马的怯弱，所以伊朗就赶紧假装告，好，就即便要放美国人都还要叫你们下跪这样。好，结果2020年10年后，卢比欧现在成了国务卿，美国用绝对的实力与政责，然后来压制这件事，所以这个也可以做。所以网络上又出现另外一张梗图，这个也很有趣，你大家可以看一下3任总统的态度。奥巴马时代，我们来谈判吧。然后这些人就我要把一切都炸掉，这些他的敌人，包括普丁啊、习近平啊这些金小胖。拜登，我们来谈判吧，我把一切炸掉。到了那个川普是，我已经把一切炸完了，我们来谈判吧。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顺序上是刚好是这样的颠倒。所以在这个故事，所以我说。原本跟我们无关，跟我们无关的美国跟伊朗的事情，就因为这个降这件事情，Unleash John，就让我们台湾也成为讨论的焦点。最后再讲一件事情，你说中国啦，因为有人就是讲中国是这样，第一时间他当然说我要声援伊朗，中国的外长也跟伊朗的外长通了电话，他还发布一个声明，珍视中国跟伊朗的传统友谊，希望美国止步。可是据说媒体报道说，中国在表面上跟伊朗说要支持他的时候，另外急电驻伊朗的大使馆，赶快把那些资料全部销毁。好，包括我们的这些，因为据说原本3月上旬的时候，中国可能要卖给伊朗那个所谓的什么超音速的反舰飞弹，也有这种说法。然后包括他们那些协议什么这些军购要求全部都要撤掉啊！就大家觉得说你中国那就闹鬼，你嘴巴上说要支持伊朗，结果你实际上是叫伊朗的大使馆，你们那边的伊朗大使馆把所有的资料都销毁。为什么？因为据说中国吓到，他们原本以为就是说。伊朗的那个最高领袖哈米尼应该是可以躲到俄罗斯接受庇护，结果没想到，
他第一时间不但没有躲到俄罗斯，就要被斩了。所以中国对于伊朗的那个政权好像也不是太安心，所以希望先自保，先把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军购啊，或者这些往来的这些情报资料先销毁再说。OK，昂利斯讲那段对老蒋一生都希望能够反攻大陆。韩战发生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那韩战发生有没有？那既然打成这个样，那这样子，我们两边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你们韩在这个地方打，让我反攻大陆，好吧？我这个地方打，那这时候老共把你们搞成这样，结果没想到没有如愿，好不好？接下来各位最清楚的，最近老共不管是飞机、军舰，对我们来说造成很大一些困扰，一直不断的飞啊或什么。那个海峡中线有没有？那个海峡中线本来不是为老共想的，那个海峡中线是要不要让老蒋太冲，反攻大陆，所以是我们那个海峡中线那个无形的中线是约束我们，就是我们不要飞太过去，我们不要造成那个。只是现在时空环境也不一样，老共就一直不断约。那个时候刚开始不是，那时候冲的是我们，没错。我补充一下，老蒋冲到什么程度？因为美国知道他很冲，一直挡他。老蒋后来在慈湖，大家知道他站在慈湖，现在有个地方叫后慈湖，他在慈湖的那个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叫做国光计划，挖了一个坑道，他有一个国光计划的那个司令部，然后那边有船可以直接就冲进去，所以老蒋一生训练，他一直到1965年有2艘军舰出去以后，瞒着美国出去以后被中共截杀，然后那这我们称为86海战，整个毁掉以后，老蒋才死了这条心，所以。不要再说老蒋没有反攻大陆，他一生一意，所以美国为什么要 unleash 蒋？因为蒋真的很冲。OK， 可是现在看起来，对国人来讲的话，除了刚讲在经济上面或各方面，这场战争会造成什么影响？有人也提到，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刚好在立法院今天礼拜3、礼拜5的时候，那包括军售那些条例啊，包括国民党版本啊，是不是要大家都要复委？这时候因为刚讲到的排挤效应，如果战争打成这个样子，武器如果全部都不够用的时候，你告诉我。会不会有那种该买的、该付的或什么东西，我都往后排？会不会这样？本来大家就在讲说，当全球在武器卖方市场的时候，那谁抢到谁赢。可是现在来看，包括这场战争，如果一路下去，会不会也影响到这些？张军，美国的战争部次长有当然喊军售立场不变啦，然后伙伴要尽责。他讲的这些话，某种程度也是在对我们的军售这些在喊话吗？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安心，让我们会。不要因为这场战争，然后搞到最后，我们该买的、要买的、想买的，到最后都拿不到，会这样吗？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其实美军这一次在伊朗的作为，有某些程度证明了几件事。第一个，美军的装备是可靠的。第二件事就是，如果你不买，可能会买不到。对，就是大家想想看，中东这些产油国家都在伊朗的四周。他们一看到，天哪！原来我会被打，伊朗不讲武德，会打我们呢。他们会不会想办法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样，买很多的萨德，买很多的艾山防空飞弹？一定会嘛？而且这些人基本上不太在乎钱。不是，钱对他来讲身外之物，是吗？这些人不太在乎钱嘛？对，所以说身外之物对这些中东产油国家来讲，那是绝对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我要活得很好，一定会买。那大家想想看，如果台湾不买这一批军火，会没人要吗？一定有人抢，绝对不会没人要。这个打铁趁热，我也要买，我赶快买。那你想想看，那么这一次战争次长柯伯吉这样讲，是不是告诉你台湾，如果你不要，我还真的会卖给别人哦。对，那有人说，那我算了，1.25兆太贵了，3500亿怎么样？3500，你要买车轮呐，对不对？一台帕拉丁的，对不起，我不买整台，我买2个承载轮可不可以？不用买承载轮。到我们5机场去，一堆废在那边，要买就买整套嘛，1.25兆是完整的，这等于是最大的通牒。那我讲，这叫做巨子型的任务。我希望你台湾了解，等到战争一爆发，我们最好是不要爆发。当战争一爆发，武器只有这个供不需求，供不应求，绝对没有买太多，只要一打起来，一定是供不应求。然后最好的方式是先买。更好的方式呢，你会自己做，这就是美国在这一次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因为连美国都被很多国家质疑说，川普，你有那么多飞弹吗？你有那么多无人机吗？你有那么多武器吗？我知道你很厉害，你有多少？连美国都被质疑哦。那川普当然说，你放心，我的党东西打不完。川普这一句打不完哦，也是给台湾一个启示。大家认为美国去打伊朗？要从美国本土运武器运到这个中东去，再从中东打嘛？没有，
它有太多预制的军火库，就已经在中东了，可能在卡达，可能在这个伊拉克，可能在以色列，可能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它在那个地方已经预制了非常多的军武，而且这些军武还有部分的是当地的国家买单，为什么？他买来他不见得会训练完整的人员来操作，那谁来操作？你放心，你摆到。我卖你武器，到时候人不够，我来操作。所以美军有很多的武器是就地取材啊。所以他这告诉台湾一件事：如果你连军武都不买，没有错，台湾的人是我买了武器会编队、会编建制、会还能训练完成既有战力。可是呢，如果你连武器都不买，那我请问你，你如何保护自己？这叫拒止型。另外就是，如果立法院在明天嘛，礼拜五，3月6号，对，就是礼拜五。复委以后呢，这个事情还卡在那里，没有过。那大家想想看，1.25兆到3500亿之间的差距，请问这一段安全的间隙谁来填？美国来填吗？还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生命来填？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将军刚刚讲这个，元智等一下回应一下，就国民党现在的一些态度。任俊，大家已经讨论了800年了，3500亿加 N， 然后一直到9000亿，然后所有的这些，然后连国民党有一些朋友都大概都不耐。你看到像赖士葆委员被问到，他讲他没有看到条例 ，OK， 然后那个赵少康是直接讲说，他是真的说政治我不像话，然后说什么要让那个智库取代什么党团啦，什么类似这些，就是这些对国民党里面一定有很多人，像卢秀燕要到美国去访问，那以前先邀了一些元智内有没有去？没有，就邀了一些国民党的青壮派，你也是青壮派，他比较国防相关的国防相关的。OK， 那他邀了一些，然后传出来也是觉得大概什么8-9千亿啊，9000亿，9000亿以上，9000亿以上比较适合。对，那为什么党中央一定要3500亿加 N 啊？就不止你刚刚提到这些人嘛，我看到今天连王宏威也出来了，说那党中央这些这个，他不是用大头嘛，反正就是一些高层嘛，互相通个电话了解一下彼此很难吗？就是他确实呈现一个状况啊，特别是刚刚提到说预计啊，应该是3月6号的时候要复委嘛，我都不好意思问说国民党的立委们，请问几个知道现在谈论的版本有什么？特别是刚刚提到说预计啊，应该是3月6号的时候要复委嘛，我都不好意思问说国民党的立委们，请问几个知道现在谈论的版本有什么？你不用讲细节，没有，等一下元智可以回应一下。对，就是现在如果连国民党的立委，现在按照赖士葆的说法说他也不知他也没看过，那我就问一下，国民党连自己要送进去那个委员会的版本，自己立委都不知道，你跟我说后面要审什么？那就囫囵吞枣嘛，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啊。让我小小打一下广告，我今天访问了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孙立方啊，还有战规司司长黄文启啊。那明天我们会在正传媒播出这个访问啊。就国防部它的整个的这个军购里面，事实上并不是像有一些被极度简化的。我到今天才知道。在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的在野党立委，当国民党当国防部要去说明整个军购啊，因为大家不是想知道啊，你知道有多少个在野党立委愿意听的？2个。整个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的在野党立委们哦，只有2个人愿意听。那其他人在忙什么？这2个还不是在现在谈论说什么提出版本的人里面。有什么意义？国民党最应该最了解军购的人叫陈永康，对啊，军纪委，国防部也一直不断的跟他说明，结果陈永康的声音没有出现在国民党这些所谓讨论的版本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您刚刚讲国防部那些官员的态度，我们是能想象的，就是理论上，因为我也在节目讲过，国民党理论上应该是对于军购。算政党里面应该算是了解的，因为国民党的军系委员还有执政过，对，他执政过，而且国民党的军系委员像陈友康委员这些还是海军司令出身，所有这些，所以照理来说，如果我是华gay的人，我应该会先问一下这些人说，你对于这个军购，人家这些版本，我是在野党监督，你一定找得出来里面有哪一些
然后我可以让全国观众朋友知道这个是哪里有缺陷或什么，所以这个合理。所以国防部官员想要去跟这些委员沟通，你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因为你也觉得他们应该会，国民党会尊重这些委员的一些想法，但你这样讲听起来好像没有，只有2个，愿意听，我不会问原资，因为他不是外交国防委员会嘛，他没有必要说不是我委员会，我干嘛去跟你搞这个，所以我不会去问他说，哎，你怎么样，我不会这样做。但回来看，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谈论数量，你知道国防部怎么去谈出什么？我们这个 M1-9A7 说60门，大家以为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当你回来看国民党讲说，哦，告诉你，你如果延期的时候，通通给我啊，又要罚钱啊，又要干嘛的时候，你知道国防部当时总共花了9个月的时间去谈这整个的军购预算，而且他其实为什么会定出所谓的8年？为什么会有所谓的60门跟多少门？因为很简单，他所有的东西全部是要你产线做，所以这已经是计算到你在多少的时间里面，你的产能能到多少，能够交付给我的数字。那个60不是什么我要100，你给我80，我们大家互相在喊，不是这样喊出来的。甚至连在规划的过程当中，大家觉得说中国也不会停在那里等你啦。当然，中国他也不断的搞他的这个造大舰、造飞机什么，他也在做。这些整体的规划，居然是已经把接下来8年中国有可能在军力发展的部分，对我方会产生威胁、产生两岸军力不平衡的状态，一起考虑进来之后，得到了一个结论。我现在讲到这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去谈论，是连8年的交货期程，是因为这个8年是这样数字出来的。现在有些把它简化成，就是说，他要买这个，我们就先买这个啊；他要卖，我们就先买，其他都先不要管。你就会发现到一个完整跟严谨的东西，就像原之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嘛。如果今天要推出一个教育部相关的政策，我相信原之一定会非常去盯它的细节，因为很简单，你这一推出去之后，适用的对象跟它所有的范围其实会非常广泛。如果今天任何一个非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跑进来讲说，不行，我觉得这不 OK， 我想要别的版本，我相信原之一定跳起来，因为教育你专业。同样的状况，现在居然发生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只有2个立委，还有一个，那其2个中的1个已经离开立法院了。2个中的1个已经离开立法院了，他到法院去了。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说这整件事情，为什么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好，现在发价书要3月15号也要到期了，对不对？那按期程来讲，是真的过不了啊，是真的过不了了啊。那能不能有变通的方式？再报一个，我们2月份就跟美方说延期，能不能延期？美方怎么回？美方到现在没有回复。这是我们真实遇到的状况哦。如果对照国民党到今天为止搞了1-2个月，在那边说我们有版本啊，一下8000啊，一下8100，一下7000，我现在讲数字都媒体写过的哦，3500到最后跑出一个3500加 N。我讲加 N 这件事情，其实我问国防部，国防也觉得怎么会有加 N？ 我们过去在所有的特别条例里面都在定的叫预算上限，从来没有一次说我们先把底线拿出来，说我的地板在这里，从地板往上加，那个 N 可以无限大。国防部也觉得，其实我们就好好的讨论这些东西，会很难吗？3月15马上要到美方，我们现在按照国民党有些人说法，我们就跟他延期嘛。2月份的时候，国防部就已经预判到，你今天这个东西就会拖了啦。我们的战规司司长亲自写信跟美方，因为他是对口，美方到目前为止没有回应。这件事要不要解决？所有的产线的东西，因为他是重新在产线做，今天不是从仓库里面拖个东西给你，结果你现在不要，美方有没有可能告诉你说，我怎么可能，我也要做这个厂商，他也要做这，虽然我们对口是国防部嘛。那我今天产线我不要，我们我们跟别人做生意，这些东西我就问一下，谁扛得起来？来，元之，第一个，国民党的版本就是到底多少人看过？你有没有看过国民党的那个版本？第二个，那个3500亿加 N， 现在真的可能会是这样出现吗？刚刚任俊讲的，尤其迫在眉睫的，就是3月15号的发价书。如果刚刚讲说，当我们的对口都已经跟美国2月就已经希望人家延，你可以想象这个卖方市场了。那他如果到现在不回，万一真的没延，那立法院如果又来不及做任何权宜的措施的话，那这一波怎么办？我先讲，就是党部的那个版本我们都没看过啦。那按照那个时程，应该是礼拜5要复委嘛。那明天早上我们要开党团大会啊，明天给你们看，应该明天会看得到。对，应该是明天会看得到。
然后这个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啊？为什么？对啊，很奇怪。对啊，所以大家都不得其中。让自己的党内因为你们委员总要知道，然后包括要去辩护，要去什么，你们总要知道啊。他熬到明天才可以看要干嘛呢？就是大家要做一个决定啊。但我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党团里面大家意见都不一样嘛。那我先讲一下，其实我们大概没看过版本，大概知道它的逻辑啦。3500亿加 N 是什么意思？大概意思就是说，美国要的我们通通都赶快通过啦。那现在因为美国第一批的发价数是大概3500亿左右，110亿美金，这3500亿就是这样来的。那美国第二批发价书来，我们有赶快通过，然后第三批怎么赶快通过？那大概它是这个逻辑。但是因为美国还没有说要，所以呢，我们就用 N 来代替啊。那像本来不是说有第二批要来的吗？是130亿美金。后来外媒报道说延后了，延后的原因是因为川普考虑到川习会，所以国务院虽然说已经给国会做非正式的批准，但是就暂缓了。那类似是这样。那所以只要他来就赶快通过，这个叫3500亿加，就是美国要的我们都过啊。然后徐小新的版本8000多亿，好加上像前主席讲9000亿，或者是卢秀燕啊，卢秀燕。他不是要去美国吗？也有找大家来讨论一下，然后后来那个卢妈三子罗廷伟也有讲说，美国要就是9000亿，是这样来的。9000亿或8000多亿是怎么来的？就是美国要的嘛。那美国要那么多，美国要在1.25兆里面，美国要那么多，那他虽然还没来，那迟早要来啊。既然迟早要来，为什么你不干脆就一次给美国，告诉美国说，我都没有要挡你，我就是一次让你过。对啊，这个就是。巧芯还有就是其他人的看法嘛，那明天党代大会大家就要讨论嘛。那今天赵少康不是有跟那个巧芯还有赖士葆他们开个记者会，他是有提一个折中办法，就是说党中央如果你认为说因为第二批没来不能让他过的话，那没关系，我们知道他会来嘛。那特别条例就定，比如说9000，比如说特别条例定9000，但是因为特别条例过了之后要审预算嘛。那审预算的时候呢，你先把还没来的先冻结嘛，一来就赶快解冻嘛，那就不会影响到那个程序嘛。但他要提出这个折中方案。好，那剩下2-3千亿是什么呢？就1.25兆扣掉9000亿，大概2-3千亿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一些可能商售的部分。那商售就是我们国防部自行采购嘛。好，那自行采购跟美国比较没关系的。那这个我们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回归到一般的公务预算？这也都没有要挡，就是有用的全部都赶快通过，但都没有要挡。那放在一般预算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一年一年去监督嘛。因为之前国防预算也曾经有灌水的状况嘛，跟以前之前我也讲过，然后也有出现什么很奇怪百工百业停国防，而且每一年去看，可以根据他前一年的执行的进度来判断说你到底做得好或不好。比如说像那个潜舰国造，那时候原型舰的钱通通都有给嘛，像去年就20亿就冻结10亿，是2到第2艘以后的10亿就有冻结，然后那个时候。小金不是就讲说浮起来就给嘛，意思就是说通过海测就给。然后后来国防部这个钱也没来解冻，代表根本用不到。那没有用不到，你干嘛要编？所以如果放在公务预算是比较好监督。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人要去挡那国防预算。那请问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发价书3月15号这件事情，你们有任何能解决的方法吗？我们可能明天讨论一下，看进度上跟得上跟不上。可是我是觉得，我觉得跟不上。我觉得美国是这样子哈，美国它其实他都考虑他们自己嘛。像台湾以前跟美国采购了非常多的武器。有的不要说发价出来，我们都通过，有的钱都付了，东西都拿不到啊。像那个 F16V， 那个对他，所以他都会根据他自己来判断。对他不会，他如果要卖给你啊，他就会再给你；他如果不想卖给你，他就不卖给你。他不想卖给你，你钱付了，他还是不卖给你。所以当然，我觉得美国会。根据他的考量，但我们也想要买嘛，对啊。我觉得因为原资不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啊，所以有些东西事实上是混掉了哦，包含到最后提到说什么我们有些东西给了钱啊，什么时候没拿到。那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委员知不知道，我们事实上因为我们在立法院的预算没有通过，因为有很多笔的军购啊，我们现在在美方要交付给我们东西，因为我们没有付钱，因为立法院没有通过。所以现在东西已经做好了，我们还要付人家仓管费，我们拿不到，因为原资不是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的委员，所以细项我不去跟你讨论这个，但我告诉你现况就是这样。OK， 他现在做好了，我们还没办法领，因为我们在一些的预算上面被挡住，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另外再付保管费，然后这东西好我也不能拿，就这叫现况哦。但回来的是，其实国防部有提出一个方式啊。
这个就回到了，就是说我在讲，因为我还是强调，因为原之不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啊。事实上，国防部现在希望是因为按期程是真的来不及啊。你国民党明天怎么讨论？你最好能谈出个蛋。因为你今天要进到议事程序里面，是你的委员会成立完了之后，你要招委要出啊。所以国防部现在提出的是说，能不能由外交国防委员会你们这些招委确定完了之后，能够同意国防部，先跟美国这边就发价书的这个部分，你就先授权给授权书。这个没有这个所谓金额的问题，所以我不太懂。就刚刚原之说哦，明天国民党会讨论，这不是你党团的问题，那是在立法院的议事运作下的问题吧？来，吴真刚才听完刚才讲到这段，因为你从美国跟伊朗这以后，大家对于包括军购或是我们的自我防卫更有那种迫切性。可是眼下看起来的话，就看立法院，包括蓝白在野阵营是主要的多数，未来就看怎么办了。就现在是一个讨论这个话题很好的时机了。但我首先是觉得一个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刚刚原之委员亲口告诉大家嘛，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委员没有一个人看到所谓党版的3500亿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就觉得奇怪啦。按照过去3个月国民党告诉我们的，奇怪，这时候国民党立委应该通通站起来骂郑丽文啊。哦，3500亿不多吗？3500亿我一个字都没有看到，就想叫我过。郑丽文之前是不是还特别刁徐巧芯重大法案要跟党的步调同步？对啊，那按照国民党这段时间一直灌输我们的这种观念，应该这时候站起来跟郑丽文拍桌啊！条文是什么啊？到底要买什么啊？一个字都没有讲，就用报道传，就叫我过。但是你看到也没有国民党委员这样子跟郑丽文主席呛一下，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国民党自己现在逻辑真的很破碎了，然后很多时候。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讲的，其实就找茬了。那当然，原之刚也讲一些什么啊，跟美国买东西没来。但我觉得这些我们讲过很久。那我们时间宝贵，我想今天跟大家聊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当然现在国民党最近很多不同的声音，大家也看到嘛，刚才讲到嘛，什么卢秀燕啦，这个朱立伦也派林涛出来讲9000亿啦，赵少康今天开记者会啦，戴世宝今天讲说，其实只要美国明确说要卖我们什么，国民党没有拒绝理由，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声音出来。但我觉得想强调一个事情啊，就是说现在好像在野党会灌输大家一种想法是说，美国卖我们东西，这个是好东西，我们自己做的就是不好的就是不要的说所以1.25兆一定要砍到成9000亿或8000亿或7000亿，反正就只要是台湾我们自己要弄的，好像这东西就不需要。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要特别讲清楚哈。那所以其实今天刚好我们谈美宜这个事情，我就延伸刚刚的话题讲。刚刚将军不是点名给大家介绍几家这次战争立大功的 AI 公司吗？我这边顺便延伸补充一下，大家知道 Palantir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还有 Anduril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Palantir 呢是魔戒，大家有看魔戒里面那个针织水晶有没有？萨鲁曼就是拿那个针织水晶让我看到索伦在干嘛，就那个东西，那个叫他的影迷，对，那个叫 Palantir。然后 Anduril 呢，就是魔戒里面亚拉冈拿那把圣剑，圣剑一亮出来，圣剑重铸人皇之子归来人类有救了，就那把圣剑，那叫 Anduril。Anduril 呢，就是魔戒里面亚拉冈拿那把圣剑，圣剑一亮出来，圣剑重铸人皇之子归来人类有救了，就那把圣剑，那叫 Anduril。所以其实我在讲的事情是说，这2家 AI 公司他们的原来什么，稍微跟大家介绍。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最有钱人叫 Elon Musk 嘛？那 Elon Musk 在做 SpaceX 跟这个 Tesla 以前呢，他最早创业的时候是做 PayPal 网络第三方支付。那当时跟 Elon Musk 很多人一起弄 PayPal， 其实后来现在都爬得很高，像川普现在白宫的这个数位货币跟 AI 撒谎。David Sachs 他也是当时的 PayPal 帮。那 PayPal 帮当时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 Peter Thiel。所以 Anduril 这个 Palantir 其实从那时候来的，因为他们做那个第三方支付的时候，当时遇到一个问题，就网络诈骗。大家想那时候很早期，10几年前，他们就遇到网络诈骗。那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做第三方支付嘛，所以当时就推说你只要来办我们用我们这个系统，我就给你刷卡回馈金很多人美国人那时候当时就故意一个人开10几个账号去跟他申请，骗一堆回馈金来。所以他们那时候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些诈骗分子抓出来呢？他后来就说那我用多重数据比对，诈骗分子的模式是什么？他们一个人一个 IP 会申请好几个账号，他们出没在什么城市我多方比对，后来就把诈骗都抓出来。那后来这个
这个 PayPal 弄完之后呢，他们后来这个2000年之后呢，2001年911嘛，然后2003年美伊战争爆发，然后他们后来就想说，那我们这套数位比对的技术，能不能拿来去抓战场上的恐怖分子呢？还有恐怖分子都跑到美国境内去抢劫客机了嘛，然后去撞双子星了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在美国境内把这些人找出来呢？所以把这套技术延伸到军事上用途，后来就做了 Palantir。好，那这个是 Palantir 的前身。那另外一个 Anduril 也是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很有关系，因为 Peter Thiel 后来去投资创了 Anduril。Anduril 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说，传统的我们讲这些军工巨头啊，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雷神怎样，大家觉得他们很厉害，觉得最尖端科技。可是其实跟这个 Anduril 他就觉得说，其实跟现在科技产品比起来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手机有人1年换一支嘛，你大不了2年换一支嘛，一直在更新。啊，你战机哇 F16 A B 改摆到 CD， 再改摆到 D， 一次中间过多久？过5年，过10年嘛。所以其实像我们科技走在很前面，所以 Anduril 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国防产品做得跟3C 产品一样，它的价钱又降下来，然后科技又是最新的。那所以各位，我要讲重点什么？就是说现在大家知道 Palantir 在台湾是有设办公室。Anduril 在台湾也有设办公室，这些公司现在跟台湾包含要来做直接的军事合作，包含说要做技转，让我们台湾大家刚刚讲说，哇这个防空飞弹好贵啊，去打人家无人机好不划算啊，打完怎么办？现在我们这次1.25兆里面的 package 就是要把一部分做技术转移，让台湾未来我们自己在国内也有这样的无人机产线啊。因为这次美国也开始做啊，美国发现说，哇，伊朗这个Shahid 哇无人机太便宜了，我们这次也做无人机，所以美国搞一个 Lucas 啊，一样是一台以前战斧飞弹1枚要200万美金嘛，这次哇，这个无人机一台只要3万美金就好，所以各位就是国民党现在说，哇，这个美国直接卖我们这些海马斯啊这些东西，好了买了，可是我们无人机产线不要，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么多。就是很简单一个问题嘛，大家我们今天前面讲那么多，哇，这个 AI 立奇兵，新创公司立大功，哇 ，Palantir 很厉害 ，Anduril 很厉害，这么厉害的东西，我们台湾要不要也要买 ？OK， 但明凤闻得出那个味道吗？就国民党内部里面，不管你说好，有人说是知识蓝、经济蓝、盛货，像赵少康是战斗蓝嘛，所有这有很多都已经开始对于党中央是有不耐吗？就是尤其这件事情，如果一路下去，像今天你看到龚总。那龚总你讲直接出来直接批说，像这样子会让台湾一路空号，这些某种程度是有很多，包括中间我们常讲说选战最重要是中间力量啦，或各方面这些，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不耐到对于党中央这些态度，然后甚或认为会影响到国民党未来的发展吗？我觉得很多行动都已经出现了嘛。你说龚总这些人哪一年我听到他们骂蓝营骂成这样，而且他还公开讲说，我支持赖清德，不在巷子里支持，我是大街上面支持赖清德做得很好，怎样？像这样的东西，国民党的正蓝系统难道没有警觉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过去这些其实都是正蓝系统的金主啦，如今金主换了谁嘛？所以才会有。你说金主还有别人，国民党的金主还有别人。你说他们气成这样子，他们还要想要捐给这个国民党中央的这个钱吗？我想即使捐也是捐的很少很少了。可是他们现在大列很多这个初选的协调场合都有 CK 洋的影子。那 CK 洋是什么样的厂商我也不知道。那突然他们的支持的这个所谓的背后的比较援助的资源呢，是从这个龚总跟商总呢变成 CK 洋这样的系统的商人，所以这个路线金主不同，路线自然就会不同嘛。那你请问一下，那 CK 洋的路线到底是什么 ？CK 洋背景到底是什么？这些人在台湾做生意做了很多年，龚总、商总，这我们都认识。那 CK 洋这么神秘的一个人，他的资金到底是怎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所以我觉得说，你党中央弄到赵少康要公开你骂你不像话，赵少康跟陈立文好不好？很好啊，他还上节目去帮他做专访什么东西。可是他今天公然骂你不像话，你就智库不能够取代党团，这个是基本道理嘛。那你今天要卢妈，她还来台北要召开一个这个会，因为她要去美国了，然后要听取立委意见。你这个东西不是侵犯到主席权吗？不是侵犯到所谓的党团的这个权利吗？可是他是召集的这个
召集的这个立委可能是自家人，而且比较熟，而且可能是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可是为什么卢妈妈都要这样做？这个是应该党中央在做的，党中央应该综合立委的意见，然后再生出自己的智库的意见，跟党版合作。可是现在不是啊，卢妈妈就自己作为了。那你就可以看看韩国瑜骂一句后，可能就先说一下，韩国瑜其实也骂过你们啊，骂过那个傅昆萁嘛。那你蒋万安虽然没有骂，但是他每次一讲到中国人的时候，他就会相反。那你这些路线通跟郑丽文不一样啊。那你现在做到这样的东西，我请问一下，这不是藐视党中央？或是如果你党中央还是这样的路线的时候，要选举的人要不要另立一个党中央？你觉得现在有这个味道？就隐形的党中央嘛，我以后不听你郑丽文的，我听私下这些有权力的诸侯所指挥的党中央的路线来走，我选举才没有麻烦嘛。那如果我现在跟着你郑丽文走，我不会走到哪里去啊？走到政协会只是你出风头而已。我们这些在台湾选举的人是要死多惨呢？所以我觉得说，你到现在为止连赵浩都出来骂你不像话的时候，你自己要不要检讨呢？不过将军，那萧旭晨就直接喊政协会大加分，所以是安国民党的心吗？有谁相信啊？那他直接跟你讲会大加分啊，就是你们大家为什么要把政协会讲这么恐怖？大家分担风险啊，大家分啊，对，大家分担风险。政协会的风险对于2026选举，只要是挂国民党党籍的，都是风险啊。这风险你叫曾立文一个人负，没有，大家分担风险，大家分不是大家分，对，大家分担风险，没讲清楚，简称大家分。这是极大的风险。如果真的如他们的萧副主席讲的，政协会大加分，一定很棒。黄伟汉不是说那可以啊，选前2个礼拜全部带过去。市长不管是现任的，准备挑战市长的，准备挑战议员的，如果是大加分，我告诉你，国民党可能要包3到5班班机飞到北京去啊，加分啊。每一个人回来那个扛棒哈，都挂跟习近平握手。那就全赢麻了，不是赢翻了吗？为什么不这样做？每一个人回来那个扛棒哈，都挂跟习近平握手。那就全赢麻了，不是赢翻了吗？为什么不这样做？加分加个头嘞，这加个大头嘞，谁信啊？过年期间我们都去拜庙，遇到国民党的朋友说：“哎，那个你要不要跟习近平同框挂一张？”我说：“神经病啊，我才不要嘞！”加分呢？加分呢？加分是韩国瑜的太太啊，那个加分没有用啦，一点用都没有。你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害死国民党，那只有谁开心？郑丽文开心。可是你想想看，习近平有买单吗？没有买单呢。看来好像没有要见面，至少3月份没有要见面。好像改到清明节了。清明节是去拜拜，你是要去拜谁的祖先？对，清明节是要去祭祖。对习近平来讲，见完郑丽文再见川普有加分吗？没有加分嘛。没有加分嘛。所以为什么要见你？所以说。习近平跟这个郑丽文的见面会延到4月，再延到5月，再延到6月，最后会不会延到10月？对，因为你如果再往后延，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柯志恩他们也讲说，如果要见面，那就上半年或者早一点。对。那你如果一路延6月、7月，对国民党来讲，如果刚讲有那些风险或疑虑，对国民党的选项来讲的话，就每个人大家都会讲，你这样子我踹一弹啊。对，这样子的话对国民党只有一个帮助。趁机换掉郑丽文。对，你去见习近平的时候，见习近平前一个晚上你就不是主席了。这最好的方式嘛，对不对？国民党最讲一句话，那是他个人的行为，跟国民党无关。可是他是主席耶。对，将军刚刚讲这个，袁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大加分会吗？虽然你今年不选。大加分，我不知道他会跟习近平说什么。你是我的巧克力。内容才能够决定。如果习近平说，这个以后两岸和平啊，那就加分了，对不对？那对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会，我不知道他会。Unleash， 他有讲哦，两制为前提，就是1国2制为前提，这是国台办已经讲了。可是你如果讲说这些，不管是加分风险或是胜或，可能会产生危机。来，一中老师。好啦，
国民党某种程度，他们的今天有讲他们的一个视觉，国民党全息的，要怎么设计，当然是国民党自己可以决定。可是，一般来讲的话，大家在色系，国内各政党有自己的一些的设计嘛。民进党大家会说是绿营，是因为他们有绿营；国民党是蓝军，然后民众党是白营。老共通常大家会用红色来代表或什么，所以你在过程当中，可能你会避开一些什么，或是用一些什么。那他们这次的新的设计呢？小虎哥，所以你不懂啊，你就要刻意避开，有什么好避的呢？我加分啊！所以今天他这个主视觉引起非常多的讨论，我真的觉得他用心良苦。先是这个他们画的这个主视觉，这个 K， 网友说，你看这个颜色，国民党的蓝应该是这个蓝吧？对啊。我如果没有色盲的话，这个蓝比较像是民众党，比较像民众党的蓝吧？就网友说，民众党占50%，共产党占45%。国民党占5%，这网友的分析就这个图，这个 K， 怎么民众党的这个主视觉好像变成是民众党的颜色？然后下面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他们的主视觉叫缔造和平幸福前夕，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两个手了，上下两个手，然后握在一起，然后有橄榄枝。好，重点来了，网友说这个红怎么那么大？你说蓝白合，然后一个大红，就是红有点多。那国民党发言人有出来解释，那文传会有出来解释，他说。我们本来就青天白日满地红啊，所以我刚刚想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所以大家不要把红想成是共产党的红。可是问题是，网友就觉得说，你怎么会把共产党的红放那么大？而且最有趣的是，你知道没有？他还帮 KMT 下了一个新的英文，是字很小，念给大家听。它叫做 Kind Mindfulness Team， 就是一个善良的正念的团队 KMT。但这让我想到，会不会是因为之前你知道，之前在军购的时候，美国不是有个国会的研究员讲说，KMT 是不是 Kill Me in Taiwan， 就是一个自杀的台湾党，所以国民党在这边KMT 又重新加注。反正总之，国民党这边很会创造话题，好，就一个 K 一个主视觉，可以引起网络上非常多的讨论。但我在想啊，这件事情其实刚刚一直前面提到很多事情，我觉得联合报可能的态度，联合报向来是一定是挺国民党这个大家不用怀疑，但联合报我觉得他们有点动没点，你知道社论通常都代表一个报纸的立场。联合报本周的社论，那礼拜一的社论，他说期待更多刘荷兰，不如期待另一个吴伯雄。他在干什么呢？因为大家郑丽文之前讲说，希望国民党有更多刘荷兰，因为刘荷兰不是就是反正他也不民调就退了嘛。那国民党现在很多地方不是都陷入那个民调的之争嘛？然后郑丽文就说希望有更多刘荷兰。联合报直接跟你讲说，你与其期待刘荷兰不如期待另一个吴伯雄。联合报，我觉得他们有点动没点。你知道社论通常都代表一个报纸的立场。联合报本周的社论，那礼拜一的社论，他说期待更多刘荷兰，不如期待另一个吴伯雄。他在干什么呢？因为大家郑丽文之前讲说，希望国民党有更多刘荷兰，因为刘荷兰不是就是反正他也不民调就退了嘛。那国民党现在很多地方不是都陷入那个民调的之争嘛？然后郑丽文就说希望有更多刘荷兰。联合报直接跟你讲说，你与其期待刘荷兰不如期待另一个吴伯雄。什么意思？他就说吴伯雄过去当主席的时候，对于这种党内的协调，他是无私无我。联合报在这个社论里面讲了一句话很重，我念给大家听。联合报以前就骂过郑丽文，现在这么含蓄干嘛？不是他话讲了一句，跟我之前上礼拜在这边节目讲，我说郑丽文，你们不能把郑丽文跟国民党绑在一起，因为郑丽文想的是他自己。联合报也是这样写哦，他说什么？郑丽文为什么整天在搞这些意识形态啊？他说两个，是因为国民党重返执政吗？还是只为党主席累积个人政治资本以谋后图？联合报讲得很清楚了嘛，一等于说你搞这些东西，你是在为国民党重返执政吗？看起来不是。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个一路发展，在未来来讲的话，从大家要看这个礼拜5，然后3月6号，包括复委军购条例复委以后，国民党的版本这些都会牵动到国内政坛，包括2026啦，甚或2028，但是会牵动到还有另外一个人绝对有影响力。柯文哲，民主党柯前主席，因为今天已经3月4号，3月26号，那金华城案宣判，任俊简单讲一下这句话怎么解读？他说，那金华城案就算违法，我又没碰。这个柯文哲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的啊。那其实他当时丢出这一句话，是让也很多人错愕啊，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违法，柯文哲那等于代表什么？首长啊，实质不用负责任啊。
他说我都是尊重都委会嘛，就都委会做的决定啊，所以他讲了一句，如果今天就算有违法，那也要去查这个都委会委员，怎么会查我市长？我不知道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首长里面能不能接受这个，因为他们接下来都有这个什么蓝白要合作嘛，哪一个县市首长会出来讲说，都不用负责，盖了章什么我都可以不要管，我不知道这个的他想法是什么。柯文哲现在看起来对于他的这个司法案件里面，他一面去跟人家讲说，你们弄我就算了。不要弄黄国昌，不要去弄黄国昌，我就跟你交土。交土，我也不太知道你要怎么个交土法因为老实讲，黄国昌现在被告发的那一个是他到底有没有拿到这个法庭里面？因为他自己搞了一个说，我质询的时候给大家看给大家听而且听完之后还很得意。那事后他当然有讲说，这是个示范带，但是他们同党有个立委叫做张启凯的。他公开讲说，其实我们反复听了很多遍那个我们都今天先丢出来就是这一段，你们讲的也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在司法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外界形塑认为一个只要是民众党的人面临到违法问题都不能办，我觉得这是问题啊。所以柯文哲一面讲说我又放下，你说不弄你就算了，结果现在考出来说原来你的逻辑是说。你弄我就算了，反正我会推给都委会，我会推给都委会，然后他接下来干嘛？你知道吗？他现在把矛头再对向3个检察官，他说这样子，你就是滥权，把你们送去惩戒好了。不是，你四处开完的这些的状况，其实无助于你接下来要面对到在这个所谓的3月26号嘛，你要实质面临到一者，因为这里面会牵扯到是，如果你在政治路面还有想法的话。这个很有可能，如果你今天判的是重刑，很有可能你未来从政路都没有啦。大家现在在看的是3月26号，那柯文哲、柯建局这个案子判有罪或无罪。如果有罪的话，那量刑上面10年以上、10年以下，因为这再会牵动2028能不能够参加总统大选，因为这也会影响到可能在2026那所有的一切的布局，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